Hello，大家好。这一期我们来看波比绝活哥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。波比的话，现在是我觉得是上单里面算是 T0的纯数值，感觉这个皮肤的波比好像比较大的感觉，给我这个感觉比较大。哦，原来是有特效，是这个装备的特效啊，这个皮肤的特效。像波比的话，前期有盾，手也比手也长是吧？他有个飞盾，前期伤害也不差。对方直接来偷这个，直接把他推开也可以啊。这里的话自己吃，不给对面吃的机会。狗熊的话，它主要是就靠平 A 打伤害，但还是被他吃到一只小的，但是是赚的，不怕。亏的是打野，最终受害者是打野。这就是前期的波比，比狗熊还数值啊！虽然说狗熊已经削的有点没那么数值了哈。狗熊的主要伤害就是靠平 A 打输出的。这里的话直接送对方，哇，还空大了。哦，有眼的应该是，所以对方直接站在那了。这里面可以就是学到一个小技巧哈，好吧，把他送回家，不让他吃这个兵线。确实，波比的大招其实在前期并做不了太多的事情，除非打野过来抓留人的时候有用。这里的话可以吃一层爆破，E技能利用它拉出来。这里的话，那个被动平 A 那个护盾那个盾，如果是杀死单位的话，是会直接飞回自己身上的，所以就还好。这里的话不给对方吃，不想给对方吃到塔皮，但没办法。这里的话直接回家把星之钢给做出来，这样的话跟狗头对就是站撸的话，怎么都是赚的。这里的话，狗熊肯定会阻止，不给吃塔皮，但波比是谁？完全不怕。
就现在这种上单肉搏战，就是你没有太多细节，就是看你如何去更多的去叠不灭，然后叠刚。这里的话，龙女过来，对方直接跳大跑。还有波比大招捡他，但对方回血太猛了，还是必须得早点把星之钢给做出来。这里的话，波比直接进，就是狗熊没有被动以后，其实是比较废的。但双人路的话也出事了。龙王来抓龙女了。我要对吧？龙王说我要为龙族报仇。那里的话可以传送过去，很完美的一个绕后，开个 W 冲过来，定住一个大招留一下。啊，这里的话已经开始5人大团，但对面已经开始减员。那狗熊的话会被反推回来吗？但大招已经跑掉，这里的话直接扛塔，E技能顶进去，闪现拉出塔吗？啊，这里的话失血闪现，可以。这里面可以看到约德尔的话是有那个一个神秘特效的，这里面有3个约德尔，双人路2个，哦四个，大头算吗？好像除了龙女不是约德尔，其他4个都是约德尔吧？还真是我。哦，这里的话，被波比有石像鬼板甲不怕，你们群殴我开石像鬼，打的输出算我扛的是吧？那这样的话就跑不掉了，队友迟迟没有赶过来打的，确实被龙王那个喷住以后，他那个冰杖的那个减速是跑不掉的。还好这飞机露露的一个极限大招救了这个飞机，反倒是反杀了对面的龙王。波比这个英雄哈，我也是很推荐大家去。哎，现在这个版本我就跟大家说，新手最适合玩的一条路就是上路，辅助都没那么适合新手玩，而且辅助你玩的不好，那就是崩 ADC， 就等于就是2个人都崩掉了。那上单不一样，现在上单只要出肉，稳住不死，你在团战就一定有用。我跟你说，去吃伤害，或者说保队友，或者说去骚扰对面后排。现在的肉上单就是这么的 BT 哈，变态，日语里面的 hentai。啊，这里的话我们打不了架了，传送的话又有点小亏，这个赏金塔估计要被对面吃到了，对面疯狂推塔，其实省这个传送，哎，这里大招把他交走，不给他吃赏金塔，残酷了这个大残熊，就想吃这个塔是吧？但他直接大招过来吃塔，太溜了，果然。一物降一啊，对啊，你有大招，我也有大招，是吧？
哦，这里的话，对面直接上来反向定，推墙上定住。飞机的话吃到这个炸药包。狗熊的话伤害并不是很高的，必须要拉开，拉开的话就可以保证一个舒服的输出环境。但这里的话，对面的沙弥拉上来，反倒是被定住。这里的话，大招可以把对面留回去吗？啊，反倒是，哎，我发现这里有一个波比可以反身定，就是让射手当诱饵往后拉的过程中，找墙壁。对面想越这个波比的话，可以直接把它钉在附近的墙上。感觉这个控制是真的拉满了。做了日炎，伤害其实也不低的，只要黏住对方的 C 位。而且随着星之钢的层数越来越高，血量越高的话，波比那个日炎的伤害就会越来越高。它是根据这个穿戴者那个就是最大生命值的一个百分比去算伤害的。哦，这里的话，狗熊又来了。两边的上单选手都在那里护钢，顶级护钢玩法。这里的话，闪现上来留住辅助，萨米拉的话也被队友给秒掉。这里自己一个人过来找龙王，但这里的话血量很健康，可以玩钢了。再钢一手。在星之钢触发装备效果的时候，也是能打出那个回血的。这里的话，龙女进场，对方是扛不住龙女这套伤害的。有大招的龙女是可以打出真实伤害的，就是她 E 技能，就是3技能的那个吐痰啊，对吧？龙息，对吧？喷你一口，全是真实伤害。这里面啊，约德人。大哥原来是波比，这里的话没蓝了，还是能扛。飞机赶到，轻松收拾这个残局。这边萨米拉又跳下去了，哇，好的，飞机的一个大招收掉最后的萨米拉。4个约德尔。龙女说啊，你们先打，打完我再来。这样的话，钢的话，星之钢来到700多层。你可以发现他现在打那个输出也是挺肉的了。盾牌的话，盾牌已经跟随到他家里了，没得捡了。这里的话想大招逼他们走，但对面也是受到影响，不敢往前。那这样的话，大招可以不用释放，省一个大招。因为你大招的话，蓄力过长的话，它只是有个惩罚时间，惩罚 CD。不至于说要直接等大招 CD。这里的话，大招还是不放。就这种情况下，就是你放了反而没有压制力，你不放压制力更大。这种情况下的话，你一个肉一定要在前排扛住。对方发现对面直接在下路带了，这里的话敲走3个，反倒剩下2个 C 位，有点尴尬。这里的话，这个大哥不是很称职啊，队友都死掉了，已经死掉2名小弟了，剩下1名中单小弟苦苦支撑。
那这样的话，中路其实可以推下来了，有爆破的。这条大龙的话，算是破掉中路高地，还算不错。龙女没有大招，所以打人真的不咋地。龙女没有大招是打不太动人的。这里的话，待会利用大招把人敲走也可以，但这里的话，反倒是下了对面辅助。没有蓝了，还被打断了，主要是。如果大招刚刚把对面2个敲走的话，其实还是赚的。杀对面辅助其实没那么值钱。这里面队友说：“大哥，你又辛苦了。”这个大头太舒服了。还跑掉了。这就是英雄联盟之间英雄之间的羁绊嘛。这里直接传送过来，赶过来的话有点慢了，毕竟大龙很关键。这里龙女直接上了，看看她直接敲走前排吗？敲走一个。这里的话找到后面，利用这个皇子这个跳板贴近对面的C 位。龙女好像扛不太住，这把的话得看飞机了。飞机有一个很好的输出环境，前面有波比在那扛，那波比扛抬不住了。飞机也差一点，可惜。这里的话，对面好像状态并不是很好，打龙好像有点慢。2个人在那打龙龙还是拿到了。这样子推的话，对面辅助不在，他们想一波，那有机会可以直接秒掉。好了，剧情反转，龙王是推不了塔的，最能推塔的2个人死掉了，然后想这样的话可以直接一波了，中路兵线直接在高地的。好了，这把真的是剧情反转了哈。龙王的平 A 那个伤害其实并不是很高的，他关键是他技能伤害、被动伤害高。这样的话可以直接一波啦。好，这期的话就到这里啦，欢迎大家收看。